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蓬佩奥与杨洁篪不欢而散，港版国安法随机上会啊。那么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啊，这是一个历史。若干年后，我们回望今天，会有另外一份感受。现在我们是看新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啊。先讲新闻啊，蓬佩奥和这个杨洁篪的会谈已经结束啊，昨天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发表声明，很短的一个声明。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夏威夷檀香山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就美中关系交换了意见。国务卿强调了美国的重要利益，以及两国在商业、安全和外交互动中全面合作的必要性。他还强调必须有充分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以对抗正在进行的疫情，并防止未来爆发。这是一个外交辞令什么都没说就是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达成我们只是双方见个面然后新华社稿子是这样：当地时间6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分别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和沟通。这个多一点内容，就是多了双方阐明了各自立场。双方阐明各自立场通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没共识，走了。这就是双方，这通常的叫什么惯例，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随即呢，外交部发言人新华社又出了另外一篇稿子，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杨洁篪同蓬佩奥会谈答记者问。这篇稿子呢，就讲了几个问题就是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实际上就是把杨洁篪阐述的立场讲了一遍。第一，中美关系；第二，台湾问题；第三，香港问题；第四，新疆问题应该是这是一篇讲给国内听的稿子那么意思就是那大家看一下。我不是李鸿章，我没做李鸿章，我该说的都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这篇稿子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杨洁篪同蓬佩奥的会谈的新闻稿是11点钟发，然后这个人大常委会11点发完之后，人大常委会这个就香港维护国安法立法的这个稿子18点。就是下午6点就发了发了什么呢？就是读一遍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题：合乎法治精神，契合广大民意，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事项立法。它其实是一个评论在评论里面讲他说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18日在北京开幕，会议将审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然后这个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的精神，要求重要立法项目然后就后面就是一堆了就意思就是这次就是港版国安法上会了，大家记得吗？就是在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8号开嘛，就是昨天开嘛啊，就是今天开嘛啊。那么实际上呢，在此之前的新闻里面，港版国安法是没有列入立法的项目的啊，没有列入立法的项目。那么新华社就在下午的6点钟发一条稿子，说这个已经列入这个港版国安法，已经列入人大常委会的这个立法内容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之前为什么拿下来，就是要看一下蓬佩奥和杨洁篪谈的怎么样，谈好了就不上，没谈好就上啊。现在是没谈好就上了啊，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个情况。我们来讲讲这个情况。第一个，双方会面啊，到底谈了多久？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是只谈了1个小时，有的说法是谈了7个小时。谈1个小时的可能性不大啊，因为1个小时可能连这个今天的议题都没谈完啊，那么可能1个小时的可能性不大。谈7个小时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没谈成，不欢而散啊，不欢而散。为什么没谈成？因为港版国安法上会了啊。港版国安法一上会，证明什么？证明这次谈判没有结果，没有任何的共识，没有任何的成果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从这个角度反面证明了什么？反面证明了当初港版国安法没有列入立法程序啊。那么证明是什么？证明这个杨洁篪真的带着港版国安法去的啊，真的是带着港版国安法去的，否则的话不会做一个这么奇怪的动作，就是他既没有列入议程，然后后面又说他上了会了，这是违法的，基本上啊。当然中国就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它的国家特征就不明显啊，所以它没有不符合他自己的程序，他经常干这种事情啊。这是第2条。第3条，为什么会不欢而散？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啊，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时候的民意的取向是什么？就是跟中国开打。如果这个时候川普跟中国交易了，会是什么？不管川普得了多少好处，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交易，因为你跟他交易了。现在的民意是大家不想你跟中国交易，你就是要跟他打。所以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民意取向是要跟中国开打，而不是跟中国交易。你现在跑去跟中国交易干什么？虽然他跟你提出来见面，你就跟他见一面好了，谁让你跟他交易的？应该是这个啊，这是第1条。第2条，如果他不想跟中国交易，如果蓬佩奥就是川普不想跟习近平交易，那意味着什么？他会怎么谈？那就是列个10项要求啊，你要谈是吧？可以谈的，我10个要求，满足这10个要求，我们就往下谈；不满足这10个要求，就别谈，这个就没法谈。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欢而散的原因，就是美国根本就不想跟中国交易。虽然中国拎着港版国安法来了，但是说你这港版国安法就港版国安法不行，太少了。那我这还准备了10项，你连这10项一起满足我们才能够交易，我们才有共识，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否则就别提，就达不成协议。所以第2条就是美国没有给中国让步的机会，这就是外交上就是这样子啊。这第3条。第4条，港版国安法一上人大常委会，
一切悬念都没有了啊！一切悬念，中美正式开打，这件事情就开始的了。这就我们之前讲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就真的是开弓了啊，开弓了啊！那么整个西方国家会加入美国的阵营啊。七国集团昨天发表了一个声明，联合声明就是证明，那么就不是英美联手的问题了，那么就是整个西方国家联手的问题了。这件事情中国很麻烦啊。那么第四啊，这是第四。第五，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中美之间的开打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不过呢，中国还想，我觉得杨洁篪去跟蓬佩奥见面的这个举动有点感觉上有点已经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就知道要打，但还是要试一下，不试你怎么知道万一成了呢，是吧？所以这是一头灰犀牛啊，川普是要打的，打才行，打才符合民意和选情。所以如果他接受中方的退让，那正好博尔顿的新书不就正好对川普所有的判断都是对的吗？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头灰犀牛，其实从什么时候？从川普玫瑰园的那个演讲就已经定了，这头灰犀牛已经往前走了，根本就没有往回走的可能性啊。所以这是第五条。第六条，香港未来会是什么？香港未来就是中美交锋的暴风眼，所有的一切的焦点都在香港啊！香港未来是所有一切的交汇点啊！所以，等着吧，好多戏会在香港上演啊！大家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在香港，反正有什么资产的人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如果你在香港有很多的资产，那你要赶紧做些安排。香港有可能变成一个废墟都不一定啊！为什么？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它的所有的高楼大厦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基础上啊！这敏感的基础包括我讲的信心，包括像跟美国的联系啊，大家不要以为跟美国的联系这点不重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就是你的很多的基础设施，还有人才等等，资金啊等等。那么其实它的基础是非常敏感的，或者我可以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讲，或者它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什么叫脆弱？就是你真的把有些基础抽掉的话，它就会倒掉的。我举个例子之前这个努姆钦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讲，我们正在研究有一些影响，就是进出这个香港资金问题的措施。对，这个非常重要啊！金融中心你要是没钱，那不叫金融中心。你现在钱，你不管你钱多钱少，流动才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就是要你钱来钱往啊，这才叫中心啊。如果他采取一些措施阻止一些资金进入香港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死港，这是很重要的啊。当然还有更多的，你比如说港元的连续汇率，其实努姆钦讲一句话，或者商务部讲一句话，港元连续汇率就会刮起大风。什么话？我们正在考虑香港金融机构美元结算的问题。你想想，港元连续汇率还能守得住吗？如果美国真说这样的话，那就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非常严重的后果。香港就是说，美国总统说，川普说我们要逐步的移走香港的特殊待遇。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别给我特殊待遇就算，你以为这后面就是特殊待遇？不是的。什么叫特殊待遇？
特殊待遇就是我给你这个权利，让你做这件事情，我要是不让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做不成，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一切暴风将会在香港刮起来，所以在香港有资产、有产业的人要现在开始做准备了。这现在不是见风就是雨了，现在就是8号风球已经挂起来了啊！香港人都听得懂我说什么，8号风球已经挂起来了。8号风球挂起来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香港的法律规定，只要挂了8号风球，你就该在哪儿待着就在哪儿待着，不要出街，不要上街，不要坐车，所有的保险失效，所以出租车都停开的，出租车不能停开，为什么？保险一失效就不能够开车的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知道，8号风球现在挂起来了，就是现在就是香港的情况啊。第7条，这个要回答一下，就是有没有秘密协议啊？有没有秘密协议？就是你想一下啊，川普会不会有秘密协议啊？川普会有秘密协议啊，就是说川普是一个搞秘密协议的人。我认为啊，蓬佩奥是帮川普做秘密协议的人啊，蓬佩奥是个这样的人，但是这次一定没有秘密协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港版国安法已经上会了，港版国安法一上会，就证明川普是清白的啊，蓬佩奥也是清白的，他没有跟中共做秘密交易啊，这是第7条。第8条，美国动作很快会开始。美国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很快开始，不会有任何的迟疑的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条新闻就没有太多的伸展的了，就是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好吧？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闻，所以我会捡几条相关联的重大新闻跟大家报一下啊！我不喜欢这样子开中药铺，一个节目开好多中药铺，但是我现在讲的这几条新闻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比如说北京的疫情，我还是要讲一下，然后也请北京的网友，或者是北京周边的网友，或者国内的网友讲一讲你们的疫情的情况啊，能够播报一下，这样的话对我们了解北京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啊，好吗？好，相关新闻第一个，美国否决了连接美国的海底电缆的项目啊，司法部18号以国家安全的原因，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否决太平洋光纤网络的美国与香港海底电缆启用的计划。司法部反而提出建议说，他可以把这个网络从美国接到台湾或者菲律宾，但是不要接到香港。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主要是考虑国家安全的因素，因为太平洋光纤网络的重要的投资方是一家香港的公司，这家公司是这个中国电信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的子公司。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不安全啊，北京会收集来自美国的数据啊，所以他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来是要批准，就是就是美国连接香港的这个海底电缆。他说你别去香港，你如果是去台湾跟菲律宾我会批，去香港我不批，看见没有这个关联啊？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联网的节点，那如果美国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什么？香港就不是互联网的节点了，以后连接美国的光缆就不走香港了，就走台湾跟菲律宾了啊，重要吗？重要吧？讲朝鲜问题啊，朝鲜不是昨天把这个南北联络办公室啊，16号炸毁了开城工业区的南北联合办公室。然后呢，就是昨天我昨天没时间讲啊，昨天川普认为朝鲜当局持续制造非同寻常的威胁，下令
将目前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非常强硬啊，非常强硬。川普发给国会的例行通知中表示，他正在延长对朝鲜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的限期。这项是2008年6月颁布的行政命令，要求对朝鲜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予以制裁。延长的理由是，朝鲜半岛上的核武材料不仅存在，而且有扩散的风险，并且朝鲜政府的行动和政策持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及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所以要延长啊。后面我就不读了啊。这就是朝鲜不是动吗？然后他就打一下，反正有3艘航母在那儿，实在不行就炸一下呗啊。反正现在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中国已经没有对美国产生战略牵制的影响力了啊。如果他没有这种战略牵制的影响力的话，那其实现在朝鲜做这些动作都是非常危险，冒着生命危险干的啊。为什么？因为川普有一个特性，就是不可预测性。川普很故意的在经营他这种形象啊。那么这种不可预测性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其实现在朝鲜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他都有点害怕的啊。你不知道川普会干什么，就是川普其实是有不可预测性在里头的啊。好，我们讲北京疫情。北京疫情有2个发展，一个发展是什么？就是官方的调子变了啊。昨天的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17号下午的记者会还在讲什么呢？讲这个北京的疫情还处于上升期，听见没？上升期。然后他说呢，因为这个现在所有的疫情都显示来自新发地，是农贸市场啊。那么考虑到这个市场呢，北京最大，非常大，人流广泛，物流广泛，人流密集，然后这个扩散风险很大，防控难度非常高，所以他说呢，不排除并发人数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继续上升，还会发生啊，没有说上升，还会持续一定时间。但是他的基本判断是什么？这个疫情现在还在上升期啊，到了今天，这个调子变了啊，变了。这个吴尊友就跑出来，吴尊友是个非常无耻的家伙啊，这是基本上所有的从疾控中心出来的混账话都是由这个吴尊友说的啊。他是流行病学的首席专家，所谓首席专家啊。他明确说北京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我不知道他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他说北京的疫情13号是个峰值，这个总共才7天，他峰值就出来了已经啊。他是这么说，他说如果把病人发病时间做一个曲线，高峰发生在6月13号啊，那是不是明天就没有病例报告呢？不是，还会有，这些病例会越来越少。总共发生了7天，峰值就在13号啊，1号发生，然后峰值13号就到了，然后就在骗鬼啊，真的是骗鬼啊！这个胡说八道已经到了一个这样无耻的地步了啊，无耻的地步。那么其实呢，现在扩散的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从北京到辽宁、河北、四川、浙江、天津6个省，就是和新发地有关疫情的扩散已经有6个省市，天津已经有了，天津、浙江、四川和辽宁、河北5个省市啊。你想一下，从新发地已经出来，已经有5个省市扩散了，已经在扩散，都已知的病例已经知道了，还有不知道的，因为还有很多无症状啊。
那你想一下，北京市本地的传播是什么情况？本地的传播根本就而且你往前推，如果要推1个月甚至1个半月的话，什么情况？你说现在就已经控制住了，这个吴尊友基本上我不能说，我觉得胡扯已经不能够形容他的无耻了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从17号开始，整个北京已经进入半封闭状态了啊！请北京的网友来更正我啊！我现在掌握的情况不一定全部都准确，但是请网友来更正我。除了民众离开北京受到严格的控制以外，北京去全国各个省的北京来的人都会被严格监控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2天都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视频，就是北京在检测，这个检测简直是人间再一次的交叉感染的一个完美场景啊，教科书式的啊。那么为什么北京人会，你看那个场景就是人贴人人挤人，那一定是交叉感染，如果中间有一个肯定是交叉感染的。那为什么北京人就完全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呢？这里面有一个情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急急忙忙的一定要去做检测。北京市呢，把那个核酸检测6类人必须尽快去做核酸检测。这6类人包括哪些人呢？一个是新发地的涉疫市场的人，就是跟新发地有关联的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社区相关人，就是新发地附近的人啊，还有中高风险街区乡镇的常住居民。他把北京分成若干个风险，你只要是中和高的风险，你都得去做检测，而且全是自费的啊，没有给钱的啊，没有政府掏钱这回事，全部都自费的，这他妈连还能做生意啊！还有医疗机构的从业人员，估计这些人是免费的啊。然后就是公共领域的服务人员，然后是已返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还有参与重点区域社区防控的一线工作人员，这6类人。目前呢，北京有检测能力的机构有98所，每天最大的检测能力是9万啊。那么他们全部都要在网上预约啊，很多都不能够现场去。那么为什么这6类人都要急急忙忙说去你就去啊？我看个人多我回去不行，为什么？这里面就什么东西起作用？就是那个健康码。你没有按照这个规定，请北京的网友更正我啊，如果说错了。如果你的健康码你没有按时去检测拿到过关，你的健康码就会变，甚至会变成红色，你就在居家隔离，那么你就没办法去上班。很多人要上班，要挣钱，要吃饭。为什么大家都一窝蜂的去检测？就是如果你不及时的检测，你连门都出不去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什么？我治不了病，我还治不了你吗？就是这个问题。中共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说健康码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它能把你抓出来，然后给你无穷的麻烦啊，就是这样。然后你可以看现场的那个情况，它不仅仅是现场维持秩序的问题啊，那么实在是那个人数实在是太多，根本就控制不了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好，现在的是北京市18号宣布，即日起调整公共交通限流比例，控制满载率，公交满载不超过90%，轨道交通满载不超过80%。然后省进出京的这个省际旅游包车停驶。6月19号开始，北京市所有省际客运站全部停运。省际客运站是什么意思？就是
出京进京的客运站全部停运，停运就是不进来也不出去了啊，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了。现在出租车方面，暂停巡游车、网约车、顺风车出京业务，暂停出租车司机、驾驶员、经营性轨道交通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全部控制住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啊？这个其实是北京就开始，你可以看到北京已经开始进入了扯谎阶段了啊！我昨天就说过啊，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用相信，已经可以不考虑参考北京公布的这个疫情的情况的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讲这么多。那么这5毛又来了呀，今天5毛还挺多哈，最近5毛都挺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这里特别提一下请大家特别点赞，因为最近5毛特别多啊，大家一定要点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在这里啊，点赞。另外一个呢，就请大家务必检查你的订阅。最近洗粉相当厉害啊，所以每天500-600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尽量的点亮小铃铛啊，会点亮小铃铛才能收到通知。但是不管你得不得到通知，都按时来参加直播就好。我建议大家还是关注我的脸书号和推特号，我都会在直播前的10分钟左右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发给大家，所以大家注意请大家加入我的这个关注脸书或者是推特号。好吧，我们进入这个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谢谢。明谢一下 Suki Y 谢谢， Very TI 谢谢，溜溜谢谢，姥姥王谢谢，夏日炎炎代表闺蜜 Vicky 曹请王先生吃台北永康街著名的芒果冰谢谢。生如夏花 Melody 谢谢，感谢王先生的节目，请王先生一杯 double 谢谢。 Jeff 王谢谢，3根铜谢谢，支持王先生，谢谢你每天的直播，谢谢。闪电233谢谢。王老师加油，请王老师喝杯咖啡。一直有个疑问，中国人均 GDP 1万美元，7万人民币，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人民币，这其中的差距4万到哪里去了？这是2个不同的口径，不是差距统计口径跟他们中间不存在加减关系它只是 GDP 只是按照它的一个叫什么发生的规模，它是发生了这么大的经济规模或者是交易规模，人均收入就是你真的收到了多少钱，他们是2个不同的统计口径，不存在加减的关系你是想说中间4万人民币给政府拿走了，没有这个关系，不存在这个，他们之间没有统计的加减关系就是说它不包含它也不包含它2个不同的统计线的口径观点，谈崩是好事如不谈崩，只会给中国更多打太极的时间，反正承诺之事皆不执行。这是广大网友的共同心愿那么这个结果应了大家的这个想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还是不要用上帝视角上帝视角是什么？上帝视角就是芸芸众生，蚂蚁都看不见。我不是，我从来不用上帝视角，我还是一个平视平视是什么？就是我会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很多人谈国家大事就上帝视角这个人跟蚂蚁
连蚂蚁都看不到啊，不是这样的啊，说一说开战打是什么？你看看打那就是打的就是命啊，一个个鲜活的命啊，所以不要轻言战争，也不要轻言这种怎么说呢？你当它发生了，我们没有办法啊，但是如果不发生更好，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家庭生计在这里头，不是大家那么容易可以过得去的，好吧？我没有那么高兴，老实说，为什么？你想一下，美国要是雷霆万钧之力施加在香港，后果是什么？谁会承担后果？香港人也一起在里头的啊。就是说，你说啊，我们要去占领那个城市，打吧，老百姓也在里头的，除非大家都撤走，你爱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有很多老百姓是撤不走的，所以你在打之前，我觉得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更好，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至少这个城市不用生灵涂炭。什么叫生灵涂炭？生灵涂炭是什么？生灵涂炭就是真的有一个个人被打死在马路上，那就是生灵涂炭，脑浆涂地。大家要想一下那些场景，你就知道，其实我们轻言战争也好，轻言这些毁灭性的行为也好，我们都要想的是什么？我就非常反对什么？反对那种上帝视角，就是站得很高很高，人是看不到的。我只要结果，这个我并不行，我至少我不是这样啊。观点：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策略与朝鲜炸朝韩联络办公大楼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吗？没那么妙吧？啊，王先生敬佩你对彭阳会谈的解读。如果杨真的拿港版国安法做筹码的话，那就太自以为聪明了。这是 CCP 自己主动制造的事端，也是想学川普贸易战中提高关税，又拿关税做筹码的做法，东施效颦而已。有一点不同在哪儿哈？有一点不同的是，美国加中国的关税，它背后大家可以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网站去看啊。美国加关税之前有一本这么厚的调查报告啊，这个调查报告讲中国在过去若干年当中有怎么样违背了这个他之前的承诺，对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有个这么厚的报告，多少页我们几百页的报告啊。他这个报告非常详实，这也是教科书级的报告啊。他这个报告讲得很清楚，我给你加关税，你没有办法反驳。后来这个商务部做过一个反驳，但是那个反驳全是喊口号，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看，你就看到水平的差别，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那没法对比啊。所以呢，就是美国做这些动作，他真的做得很到位。就是我讲清楚我的理据是什么。你现在中国在香港做的这个港版国安法，你是违背了你的承诺，你是在理据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为什么西方国家会联合起来，在这个协调立场、统一立场反对这件事情，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个是有依据的，一个是违反他自己承诺的，这是两个根本不同啊。看法，王说好，虽然我们都知道香港需要涅槃重生，但当这一天真的来的时候，难免还是有伤感。愿我们都能坚强，好心痛。是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啊。当然，有些网友他对香港没有那么多感知，就是感性的认识，或者他没有那么多的体验，这个我可以理解啊。这个就是说，你对这个城市没有感性的认知，你没有连接啊，你没有连接。我毕竟在那里生活这么多年啊，那我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关联都在那里。我不希望这个城市被毁掉，这里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
那么很多网友没有这些因素，可以理解啊，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就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想一头，要多想几头啊，好吧？观点作为一个大陆人，总觉得看到香港沉沦，我们都有责任，可是却无能为力，真的很难过。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有同理心啊。观点中国的体制烂透，因为这个体制没有任何自我约束和反省的机制，非常对。这个体制，专制体制的特征是什么？专制体制的特征就是它没有纠错能力。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最大的优点不是这个制度有多好，这个制度效率很低啊，讨论一个政策讨论很久，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要发言，所有人发的言都得听，而且都得考虑进去。你想这个政策制定要多长时间？所以你看西方国家修条马路修半天，修几年没修好，骂得要死，原因就在这里，是这个制度民主制度效率很低。但是民主制度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纠错能力很强。为什么？你在这上面执政的那个人犯了一个错误，底下人全指着你，你赶紧改，你不改下台，上来的人还敢犯这个错吗？不敢了，就纠错了，赶紧改制度，改各种做法，然后后面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纠错能力很强。独裁的制度会不会有没有纠错？没有，他还是那句话。我治不了病，我还治不了你吗？他不解决问题，他解决那个提问题的人，这问题就解决了，他根本不用去解决问题。所以独裁体制是没有自我纠错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疫情防控问题上，中国现在的做法跟2003年是没有区别的，它没有任何的进步。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独裁，那没必要进步啊，不进步也没事啊。所以就是这样。提问王先生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要主动提出谈判？杨洁篪顶多提着港版国安法和中美贸易协议来谈，这怎么可能谈得成？这里面我觉得昨天我跟一朋友聊起来，我觉得是这样啊，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我觉得还是对川普有误判。就是你看哈，从去年到现在，这个中国一直拿着川普，其实是一直捏着川普，捏什么呢？订单，就是农产品的订单。中国在川普身上用农产品订单帮了他很多忙。川普在很多议题上是绕着走的，这边绕着走，那边绕着走。各种绕着走，你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啊，什么包括香港人权法案，香港人权法案是他拖了10天才签的，因为他再不签的话自动生效了，所以他最后签了。他没有说这个国会一通过，咔咔咔就签，他没有，他拖了10天签的，拖给谁看？拖给习近平看。所以实际上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你可以看。就是农产品的订单真的把川普捏得很死，这件事情对中国方面是有误导的，或者是中国方面对川普现在的这个想法是有误判的。误判在哪里？我讲过，川普现在手上捏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啊，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捏的有点尴尬。就是这话不能说了，就是他现在没办，你看哈，川普是一个复读机，只要他认为有效管用的东西，他不管场合，不管前因后果，他都会复读一遍。上来就讲，我们有个，他想让大家知道受到一个中美贸易谈判，我们有个协议，他会在任何时候无缘无故的说，哎，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协议。这个协议帮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订单，中国在送钱给我们，天天在复读，他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川普一点都不复杂，川普其实很简单，我要发出的信息你不帮我说是吧？我自己上推特发，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哈，川普结果你现在有没有没有看川普说过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这件事？没说过，为什么？
没法说了。整个国内的氛围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你还说你这个中美贸易协议，我不要跟他协议，我要跟他打仗，我要跟他开火，这是美国人憋的火啊。川普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川普你现在还拿这个东西来捏他，管用吗？不管用。我认为第一条件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非常对，这个网友非常清楚。其实杨洁篪是拎着两样东西来的，第一个就是港版国安法，第二个东西就是第一阶段协议的承诺，我继续执行行不行？我继续执行这个采购，这第一个港版国安法撤行不行？川普根本不想跟他交易，所以这个问题上是中方有一个误判，这个误判就是他认为捏的这个订单还能捏死川普。川普如果现在再跟中国交易，已经那他就完蛋了，他肯定他的选情肯定是个重大挫败，因为这是方向性的错误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谈不成的原因是这个，谈不成的原因就是川普已经不在乎中美贸易协议，因为中美贸易协议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分分钟有可能变成负资产，所以他不能捏着他，而且不能被他捏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观点，王老师估计是唯一敢说批评川普和川粉的媒体人了。我不说川粉了，我已经纠正过了啊。我有把之前的博尔顿的书的内容和身边的朋友分享，结果大家都说是博尔顿报复，看不到川普的伟大，邮报是白左。而且我发现川粉的政治光谱广泛，之前国内知乎上的小粉红自干五基本上一面倒支持川普，而海外民运极端反共人士也一面支持川普，真的神奇，川普能获得这两种人的支持。另外我想说，川普很多干的优秀的地方，但是就像理性爱国一样，大家要理性爱川。那是这样的啊，极端反共的也是川粉啊，而且都是脑残川粉。为什么？就是指望川普干掉中共啊，就他们内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希望川普去干中共。看出，因为美国总统，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之前的我们就不算哈，我们能看到的美国总统都是跟中共勾兑的啊，从老布什开始都是跟中共勾兑的。到了川普非常公平的说，川普是唯一我们看到过的总统，美国总统向中共开火的就是川普，所以这一点必须是承认这一点，大家必须认知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网友说我们要支持川普，他有他的合理性啊，他的合理性就是川普是唯一向中共正式开火的美国总统。那这一点是叫什么？极端反共人士，他们就是粉川普的主要原因啊。另外小粉红粉川普，那有其他的原因，我就不说，我们不展开说了啊。观点：川普的人品有很大的问题，在博尔顿书中看得很明显。同时也可以想象，如果拜登当选，很可能会对外不断的批评中共，但私下和华尔街一起对中共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对内不断的强调政治正确，提供全民医保，支持非法移民。4年后，美国的国力很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共很可能从最近的颓势中缓过来。没办法，我不喜欢川普，但更恐惧拜登会带来的可怕未来。拜登反正我是看不大上拜登啊，反正我也没有投票权啊，我心里有我自己。我不妨跟大家说一下，我对2个候选人我都不满意，反正我也没投票权，所以我不喜欢啊。
提问：博尔顿的书是不是影响了这次谈判？我觉得有一定的影响吧。我觉得有一定的影响吧。为什么？两件事。第一个，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早就定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肯定看过这本书，或者是川普身边的人肯定看过这本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要去报批的，因为他是前官员，他是掌握机密的人，所以要审查的。那么审查的人一定，川普不会看这本书，川普的身边的人才看这本书。他肯定弄些摘要给他看一下，他一看火冒三丈，所以肯定川普是知道有一些跟他中国有关的事物的内容的，川普是知道的，而且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日期，所以会不会影响这个谈判？我觉得会有影响，但是有没有这么大？就是说，就为了某种说辞呢？我觉得也未必。因为本身你看这次谈判的结果符合现在政治上的需要，就是他没有做一个愚蠢的决定。这次谈判的结果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这次谈判的结果 make sense 所以我不觉得是博尔顿造成这个结果，所以他对他有影响，就是有些话怎么说啊，或者怎么着啊，会怎么操作啊，不会产生媒体效应啊，这个我觉得会有影响。但是这个决定的方向肯定跟博尔顿之前这本书没有关系啊。观点：新发地的名字起得太奇异了，简直就是冥冥中的天注定啊！是。坐标：北京，街上人烟稀少，最拥堵地段也畅通无阻。今天开药8道关卡排查，很恐怖。官方说已经控制，鬼信。单位说可以报名进行免费检测，但是56个同事都拒绝参与。怎么去啊？你看看那医院那个情况，怎么去啊？情况：昨天和北京朋友通话，说新发地那里测了8000人，5000阴性，没有多少阳性啊，5000阴性那就3000阳性呗啊。观点：北京都输出案例好几个省了，还有100多，骗鬼，最起码4、5千了现在。情况：王老师好，我们小区是周一做的检测，至今没有出结果。今天我发现小区的几个大门全部都是警车24小时把守，说明什么？说明你那里已经有人是阳性啊。情况：我们这里有一位从新发地回来的进货员，验拭子取样核酸检测是阴性，但血清为阳性，这种不属于确诊，算是有抗体不传染。说个情况，在北京有同事几天前去过新发地，已经被管控，自己做了核酸检测，没有封门，但是门口装了2个摄像头。另外我妈的前同事也是去了新发地，晚上被公安敲门要求封门，打架后答应不封门，但是要求核酸检测，最后核酸检测还是封条封门，出门就是违法抓人。这就是人道灾难。什么叫人道灾难？就是这样一个市民用这种方法被对待，就是人道灾难啊。情况：北京现在没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哪儿都去不了，啥也干不了。我餐饮店接到区政府要求所有员工没有阴性报告不可以开门营业，所以谁都知道扎堆检测风险大，也不得不去，不然维持不了生计。这就是核酸检测为什么这么拥挤的原因。就是情况：坐标北京，自己天天待在家里不敢出，在事业单位任教的都已经不用上班了，而且他们现在还发钱。关于核酸检测，那些人挤人的检测都是没有特权的老百姓，很可怜。那些官员的检测都是直接送到办公室的。周末的高考计算机听力考试依旧没有取消，这涉及到全北京老师的监考问题。
而且考试的时候还要扫脸，这口罩还让不让戴也不知道，要是不戴会不会有替考行为？这是非常大的人员流动。北京中考、高考、体检全部取消。情况，墙内粉红真的都性控制住了。朋友圈已经开始有去公园的了，还提醒我这个在日本疫情严重，少吃海鲜，被洗的脑子都彻底锈掉了。不，他不完全是关心你，他还是一种国内的人啊，找海外的那些人去关心他呢，其实那是一种心态上的优越感啊，心态上的优越感，就要显示这种心态上的优越感。你看看我没事，我关心你是居高临下的啊，这是有这个落差的，这种落差要显示我的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啊，所以大家可以默默接受就好了啊，就好，不用太理会啊。情况，王舍从来没有读到过我的发言，这次能读一下，让我开心一下嘛。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好吧？谢谢你啊，谢谢。抱歉，观点：我国人民一遇到这样的大事，都第一反应马上囤粮囤菜，为什么？因为恐慌，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我在德国、澳洲、新加坡都生活过好些年，这次更是和这些国家的朋友们时刻联系。德国、澳洲除了刚开始抢直卷，现在都很冷静对待疫情，并且很信任所在国政府，不恐慌，并且做好了面对2次疫情的准备。我认为这就是信任。对呀，你看看那个视频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恐慌，对吧？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你搞成这个样子就是让大家恐慌嘛，是不是？观点情况，今天保守党会有私下会议 ，BNO 的事应该快了，美国或许会弄个89血签 2.0， 议会也有人提了一个有关香港的 bill， 台湾公布了港人的协助方案，日本开口说要金融人，无眼其余3国会跟上，各国应该把中国的移民额度条件改一下，调到香港人身上，这下香港人真的成了世界公民了，一座城市就这么四散了。一座城市就这么四散了。观点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中国对疫情那么紧张和恐惧？美国仍然有那么多的人确诊，再去看看美国公路上已经开始堵车了。观点除了香港这个风暴眼外，北京的新疫情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另一个暴风眼，非常正确。如果这次 CCP 对北京飞往世界的人员控制和当初武汉封城前一样不行的话，很可能对世界各国造成2次伤害，结果当然是使世界各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 CCP。 我觉得全世界各国应该开始行动了吧，现在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啊！情况啊，非常非常欣慰，美国没有接中共伸出的橄榄枝，或者说面对中国的诱惑没有咬钩，专心致志打冷战吧，搞垮中共，美国就打垮了最大、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也就是彻底打垮了肆虐全球1个世纪的共产党毒巢。问题，可以有机会的时候讲解一下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吗？前面看国内欣欣向荣的，而且大城市收入也很高，高于美国的中产阶级。那美国呢？大城市收入高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你有没有搞错？按照北师大的调查报告，超过5000月收入超过5000的人口，中国超过5000的人口，只有7000万，7000万超过5000的人口，怎么可能高过香港、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的人均收入是多少？你自己查一下去，我不告诉你。
你去看一下好吗？你的数据不对，情况我觉得很痛苦。香港是我家，现在要连根拔起，这2天都在整理文件和要随时走难的行李，心情沉重。是这样，我也心情沉重。观点：香港年轻人就是全世界年轻人的偶像，每次看那些年轻人为了自由不惜丢掉生命，真是打心底里佩服香港的年轻人。所以墙内的我们一定要像老师说的那样，不撒谎，不盲从，独立思考。中共的洗脑真的很恐怖，他们不只是歪曲事实，他们会改变你对事物的思维方式。将来一定努力把孩子送到国外，非常对。观点：坐标内地很多年前去过香港，真的是很美丽的地方，很喜欢香港人说的粤语。前几天听到几张张学友和陈奕迅唱的《同舟之情》，真的热泪盈眶。香港加油，香港人加油。观点：川普不完美，他确实有商人的短视，但他有强有力的团队和共和党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川普目前是最好的选择。我不管是谁啊，我再重申一下啊，我对所有的人都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管什么呢？我只管政策。我的重点是讲政策，就是他的政策对不对，我不管是谁制定，只要他政策对我就肯定，政策错我就否定，好吗？观点：川普是一个自己个人的小算盘被砸掉的唯利是图者，拜登是一个背后偷偷把主人的大算盘都给卖掉的利己主义者。好吧。提问：习公布免除非洲所有国家2020年到期免息贷款，这损失本金谁来承担？不是的，你看错新闻了，是停止支付本息，没说免除啊，就是你今年不用给，明年给吧，就这意思啊。观点：有人问我，如果中印开战，你会去前线吗？我给他说，先让9000万党员上，他们打光了，再让几百万军队上，最后没有人了，再让城管上，好吧？提问：香港变主战场对中国大陆的人有影响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观点：拿撤回国安法交易的说法很奇怪，国安法本来就是中共单方面点起来的火，这火说我把火灭了，但是我要好处，彭博有那么蠢吗？也不完全是啊，也不完全是。请问王老师，在香港买的美元保险产品会有什么风险？另外，正在办理移民澳大利亚，现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会彻底关闭国门，让平民无处可逃？无法预测，无法预测啊。今天亚投行给印度和巴铁的2笔数亿贷款是否与这次印度的冲突有关？没有关系啊，因为那是很早就批的啊。提问：请问王先生，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共后面的路会怎么样？会不会像北朝鲜那样完全封闭起来？还能坚持多久？我真的不知道。就很多人网友预测啊，中共会走向闭关锁国。我不知道，因为闭关锁国对他没有好处，因为一闭关锁国，中国就完全就死掉了，没有其他的结果，就是只要你闭关锁国，大家的生活水平就会跌到90%，为什么？承受不起啊！所以中共会不会闭关锁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是我知道后果是什么啊。好，明谢。King Wang，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莫吉托，谢谢。King Nam Yong， 谢谢。我翻墙听王先生直播已经有7个月，受益匪浅，感谢您的客观精确的分析。昨晚经过多次尝试，成功加入会员，也可以打赏了，再次感谢，再次表示感谢，谢谢你啊 ，King Nam Yong 啊，谢谢。
Patrick 长，谢谢 Blue Cat， 谢谢提问。王老师想问2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方要提出夏威夷见面？这是一场明知不会有结果的见面。一来他们所谓的初心不会变，二来他们也知道区一个国安法很难说服美国做交易。二，面对接下来美国经济上的制裁，国内几次提过内循环、外循环 ，CCP 的闭关锁国会去到什么程度？第二个问题我不答，因为我真的答不了，不知道中共会闭关锁国到什么程度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中共的很多的措施背后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比如说换美元荒，美元并不荒，美元是不让你用啊，所以这不叫美元荒。为什么？就维持人民币汇率啊，我讲过很多遍啊。那么第一，为什么要去夏威夷见面？外交惯例是这样，我提出会面，那就去你那里；你提出会面，就到我这里来，理解吗？就是提出会面的那一方就要到对方去，那地方呢？那个地方呢，就有对方来准备。那蓬佩奥有点狠啊，他说我们就去哪儿见呢？我们就去夏威夷见吧。夏威夷为什么去夏威夷见？去夏威夷见肯定就是去美军基地见，那就是封闭状态，然后又远离美国大陆啊，就相对安静一点，记者不会跑着去骚扰啊，反正就相对简单一点。所以去夏威夷见面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曾明奇，谢谢。产 Claudia， 谢谢。Elsa 杨，谢谢。Sophie 萌，谢谢。BJB， 谢谢。听王老师的节目有半年了，我是做文字事业的，听您的课，听您的节目开拓了眼界和启发，谢谢你，谢谢。永远都是被平均的人，支持王老师，谢谢。Aziza， 谢谢，点赞、检查、订阅，支持王老师的节目，谢谢。谢生，谢谢。徐延斌，谢谢。Vivian Z， 谢谢。贝老瑞，谢谢。辛苦王老师，辛苦美西，天佑香港，希望蓝丝们尽快觉醒，加入保卫香港的战线。万一要离开，希望香港人像犹太人一样坚强，不忘狮子山精神。谢谢。于浩，谢谢。谢生，谢谢。用现代的观点评价李敖先生太过上帝视角，我们能在现在的发言也需要留给后人评价，谢谢。好的。威州，谢谢。Harry 文，谢谢。王老师的水平太高了，分析事情非常透彻，如果你当国家领导人肯定比习厉害。没有，我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啊，我只是分析问题比较厉害一点，治国没有学过啊。姥姥王，谢谢。昨天王先生分析川普的人格特质、行事风格，结果好多网友说对节目失望，要退出。嗨，简单说，我家女儿女婿是华尔街出身的富人，铁杆共和党，因为他们不喜欢民主党总是要科富人税，而我和儿子是穷人，我们受惠于民主党提供的加州全民健保，我们一家4口虽然政治立场不同，却是各自为政，相安无事，也乐融融，这就是异中求同，民主政治相互包容的真谛。谢谢老楼王啊，谢谢老楼王的提醒。是这样的啊，我呢，你们不要问我的政治立场啊，我尽量的保持我的政治立场，在我自己的私域啊。那在现在这样的节目当中，我是在公共域，我不谈我的政治理想或者政治取向啊。那我尽量的用一个媒体人的客观的、公正的、公平的态度来描述我的分析和判断啊，我尽量的让这样做到。那么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个人情绪在里头，也会有一些网友会觉得不高兴，比如说我看不上，比如说我说我看不上拜登，那喜欢拜登的网友会受到伤害，我真的这不是我的 intention 啊，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那是一不小心做的啊。包括有些网友很喜欢川普，我有的时候会批评川普，那跟个人情绪，那跟情绪没有关系啊，只是我就事论事来讲。所以我在这里呢，无论是川普的支持者，还是拜登的支持者，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我都没有意见，
我希望大家和平共处啊，我不是为了大家订阅的问题，我是为了我们怎么样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下，这就是生活在民主之下应有的态度啊。民主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宽容，就是你要允许别人持有和你不同的立场、观点、态度，这就是宽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要有这样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人，这才是在民主社会中生活的应有的态度，好吗？Y2 杨，谢谢 TT， 谢谢谢生，谢谢各位亲爱的伙伴们，我们能够在现在评价任何人，就是贵在能够相容相重，王舍加油，谢谢，非常正确，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在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点赞哦。